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卫生危机演变成为了政治危机，习总的一尊梦已破灭。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习近平本周公开宣布了对正在中国蔓延乃至波及到了全世界很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展开一场人民的战争，并且承诺对任何违反政府命令的人进行惩罚。他在星期五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通电话当中回应了这个消息，他还表示说，对中国能够战胜这一次的疫情表示充满信心。而中国的很多民众对这位中国的领导人还有他所领导的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感到了愤怒以及沮丧。星期五，随着李文亮医生的逝世，这种情绪被激增。李文亮是一名年轻的医生，他曾经试图提早的发出警报，但是受到了当局的惩罚。在这一次疫情的爆发中心，湖北省医院不堪重负，医疗以及食品的供应枯竭，约有6000万人被隔离在历史上最大的隔离区当中。这个病毒在去年的12月首次出现在了湖北省的武汉市。尽管大部分的民众的愤怒是针对试图掩盖疫情的地方政府，但是许多人对习近平在过去7年当中的审查制度以及僵化的政治体制还有集中的权威发出了愤怒。来自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者肖强就表示说，这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似乎正在演变成为一场内部的政治危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习近平处理中国的经济放缓，还有美国贸易战，还有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的时候，已经受到了一些中国的政治以及商业精英的抨击。而习近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所谓的敌对的外部势力，来寻求集体的一种公众的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有所不同，许多的中国人感到了直接受到威胁，因此推动了一场危机。疫情的持续蔓延威胁着习近平无限期统治的计划，并有可能使共产党面临严重的公众支持丧失。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润在星期五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就表示，围绕着习近平的神话已经破灭了。中国的记者告诉《华尔街日报》表示说，负责监管中国互联网的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星期五已经下令要加强控制，以防止人们利用李文亮医生的死亡来袭击系统以及攻击中国的党政以及政府。而北京邮电大学的前讲师徐志勇在网上发表文章表示说，医学拯救不了中国，民主才能够拯救中国。不过其他的人也表示说，李文亮的死反映出了习近平对意义的扼杀，习近平的专制统治促使下层的官员压制坏的消息。战略与国际中心的中国政治专家裘德·布兰切特就表示说，从冠状病毒到香港再到中美贸易战，习近平都在用代理人来解决这些问题，当这些问题转移的时候，他就可以责备其他的人。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将前往中国调查新型的肺炎。来自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说，武汉肺炎疫情仍然没有止息，正在持续的蔓延当中。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就表示，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专家小组将前往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谭德赛还表示，世卫已经向中国当局提交了专家组成员的名单，组长将于周一或者周二启程到中国。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阴谋论影响世卫组织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指错误的信息令世卫工作更加的困难，也引起了公众的混乱以及恐慌，强调公众必须获得准确的信息，保护自己以及他人。谭德赛表示说，疫情仍然集中在中国的湖北，过去4天的病例数字似乎稳定下来了，但目前判断疫情是否稳定仍然言之尚早。入港161人被强制隔离 ，WhatsApp 和微信实时的定位防外出。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就说，香港从8号起对从中国内地入境的人士实施了14天的强制的隔离措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截至到今天下午的4点，一共有161人要求强制的隔离检查。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透过 WhatsApp 还有微信的实时地点分享功能，确保被隔离的人士能够留在审查的地点不外出。Facebook 的发言人澄清说， WhatsApp 目前在香港并没有为紧急服务或者紧急服务的供应商提供特别的信息传送的服务。
WhatsApp 的端对端加密技术确保用户的所有信息受到保护，在该技术之下，任何一方，包括 WhatsApp 公司本身，都没有办法读取用户信息以及实时的位置。实时位置功能只能由用户自行控制是否需要和其他人分享，以及确定需要分享的时间的长短。林郑月娥还指出，截至到下午的4点，一共有8953人次入境香港，有超过90%的是经机场入境的，有682人次是经港珠澳大桥，有125人次是经深圳湾口岸入境。161名在接受强制隔离的人士当中，148人在家中接受隔离，11人在酒店接受隔离，其余的2人或安排入住了暂时的设施。接受检疫隔离的人士当中，143人为香港居民。政府昨天已经宣布，会透过电话联络以及上门突击检查，来确保受到隔离的人士能够留在他们居住的地点。警方暂时已经做出了10次的突出检查，10名受访者全部都待在原地，没有外出。另外，林郑月娥也表示说，目前香港仍然有5个货运口岸在运作，显示货物的跨境运输完全正常。清华校友发文说，政治安全放首位是极端的自私。来自法广的报道说，一个署名为清华大学部分校友的一封告全国同胞书2月7号在多个境外的华人媒体在进行热传。该文章就表示，李文亮只是一个敬业的有同情心的眼科医生，就因为在班群上面说了几句真话，被单位约谈，被警察训诫，更被央视作为造谣者来示众。扼杀真相就是杀人，8人被封口，9州全闭户，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呢？他们还呼吁说，第一，坚决反对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那是极端自私的小团体的目标，一定要把亿万民众的生死存亡放在第一位。第二，就是坚决的反对封群封号，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不管是正确或者是错误的言论。第三，坚决反对现行的维稳思维和模式，反对与民为敌。只有保障民生，改善民主，才会有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居。第四，就是坚决的反对变灾难为歌功颂德的盛会，一定要追究渎职官员的责任，追究体制的责任，以避免重蹈灾难的覆辙。第五，坚决反对倒退，坚持邓小平开创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重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这份告中国全国同胞书最后还说，同胞们，为亿万的中国人的生死，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存亡发出我们最后的吼声。另外，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今天也就是2月8号，北京发布的官方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24个小时，34500人被感染，722人死亡。中国4大医院会师武汉。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2月7号的时候，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对武汉和湖北的医护人员驰援总数已经有11000多人，其中有3000名医护人员是重症专业的医生和护士。而当天的武汉天河机场一共迎来了12支医疗队，共计2043名医护人员。据悉，当天山东大学的齐鲁医院以及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的医疗援助队在武汉天河机场相遇，自报家门，相互的加油。而同一天，北京协和医院的第2批援助武汉的抗疫国家医疗队也驰援武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第3批援助湖北的国家医疗队也乘火车到达了武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被视为是中国医学教育的4家100年老店，各大医院援助武汉队伍的会师场景让众多的中国网友感到了振奋。有网友表示，中国医疗界的顶尖的王炸带着各省份的天团到武汉会师了。中药肺炎1号获得了批准，在定点医院进行使用。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说，武汉肺炎疫情失控，至今还没有药物能够有效地治疗该疾病。广州市的传染病医院第8人民医院早前向中国当局申报的肺炎1号方，已经获得了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同意，在广东全省的30间定点医院进行使用。
广东省的药监局、还有卫健委以及中医药局今天发出了联合的通知，有被称为肺炎1号方的透解去温颗粒可以在广东省治疗武汉肺炎的定点医院根据临床的需要直接的调剂使用，至于非定点医院则需要向广东省的药监局进行审批。根据报道说，这个药品是广州市第8人民医院的中医科的谭行华的临床实验方，由广东医方制药生产以及配送。当局没有透露具体的成分，仅透露涉及到了16味的中药，制作周期为1个星期，但是却表示这个药方的功能是清热解毒以及疏风透表，还有益气养阴。在50名确诊的武汉肺炎的病人当中试用了1个星期，全部的病人均已经退烧，50%的病人咳嗽已经消失了，52.4%的咽痛消失，69.6%的乏力消失。肺炎1号方是广东省药监局应急特批的医院制剂，暂时不能用于其他的地区。广州市的第8人民医院作为责任主体，将会持续的关注制剂使用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使用的其他医疗机构如果发现病人出现不良反应，要同时向广东省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以及广州市的第8人民医院进行报告。杭州防治瞒报新措施，药店停售发烧咳嗽药。在浙江杭州，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医疗保障局2月7号的时候发出紧急通知，从2月8号开始，全市的药店停止销售治疗发热咳嗽的药品，并且呼吁有症状的市民到医院去就诊。当局紧急发布关于暂停全市所有零售药店销售发烧咳嗽药品的紧急通知，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发烧咳嗽的病人，决定根据杭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全市所有的零售药店从2月8号开始暂停向市民销售治疗发热咳嗽的药品，而有相关症状的市民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治疗。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月7号的时候，浙江省录得的确诊的病例为1048宗，其中温州市病例最多，达到了438宗，杭州市排名第2，有162宗的确诊病例。火神山医院交付1个星期，床位仅剩86张。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说，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中国内地当局参考2003年非典一样，兴建了火神山医院来集中的收治病患。不过，武汉市当局公布的全市定点医院的床位的使用率，竟然发现刚刚交付1个星期的号称有1000个床位的医院，交付给解放军之后，竟然只开放了86个床位，不足设计容量的10%。数字一经公布之后，引发了网民强烈的质疑，说5天了，火神山医院就收治了86个人，说好的1000个床位呢？1000个床位只收86个，这真是太搞笑了。中共的宣传机器一直在吹嘘火神山医院8号建成，不设门诊，主要是医治武汉的肺炎患者，设置了1000个床位，包括重症监护室病房以及重症病区，还有普通病区，以及设立了感染控制、监测、特诊、放射诊疗等等一些辅助的科室。不过，有施工的民工拍摄的医院内部的病房的陈设，发现里面的门窗被铁枝给封死了，让人有一种在监狱里的感觉。在武汉各定点医院当中，最多病人的仍然是最初收治病人的金银潭医院，685张床位全部都在使用，而武汉全市则已经有9198张床位被病人使用，目前只有123张床位是空置的。而根据中国卫健委通报的消息说，武汉市目前已有1.36万确诊的病例。网友看到了空床的统计数据之后就质疑，剩下的3162人住哪儿呢？日本邮轮的旅客身体欠佳，将送往医院。来自香港电台的报道说，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又再多了3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累计已经有64个人被确诊。当局继续在邮轮上面为旅客进行抽取样本，做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当局为邮轮上的旅客在补给药物，但是仍然是供不应求。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说，会将部分的健康情况欠佳的旅客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对于日本要求船上的大约3700人隔离到这个月的19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但同时也明白船上的人也会感到痛苦，要求日方要妥善的照顾。嗨，遍布世界的民进网友们，你们好吗？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2019年对民进而言是不寻常的一年，经过2年多的积累，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我们终于可以展翅飞翔。短短几个月内，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民进聊天室等精彩栏目，开发了文字邮报、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民进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我们正式推出民进专属周边商店，以后记得抱着民进抱枕看民进电视，也可以作为靠背，看节目久了也不会累。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笔记装进点点今天是主题手袋，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读到哪里想到哪里。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休闲服装、马克杯等其他产品。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更丰富精彩的商品，你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并获得价值回馈哦。民进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守护您走过人生的旅途。您善意的支持，我们温馨陪伴，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爱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当然，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未来几个月内，民进平台从内容到周边，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都将更加丰富完善。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但是有您的陪伴，苦涩也甜蜜。唯有用更好的自己报答最珍贵的你。那么我们今天就按照刚才这个马炬谈到的这几个方向问题，我们大致的进行分段来讨论。我先谈谈一些我的看法。各位听众呢，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发给马炬，他会通过后台呢提示给我。那么我们甚至或者是打开你的听筒，直接用这个音频跟我进行交流，我们可以一块的在这讨论，好吧？行，今天相对来说呢，就不像在直播间那样子的，要非常的严肃了，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您说是不是，马炬？的确，我们就是今夜很震惊，某种意义上也是另外一个反义化，叫我们可以轻轻松松、不正经的来聊这个事情，也没有必要做的那么好像是我们在讲课一样。我觉得那种感觉也不好，你沟通起来也会有障碍和距离感。越是亲切，越是畅所欲言越好。您请。对，也放松一些，精神上也可以放松一点，也刚好也是周末了嘛，大家也别都那么紧张。做完我有一个发现，我得先让您澄清一下。说，您为什么要今天是黑色的，还有一朵小花呀？我想做这个节目，尤其当我们谈到武汉，我们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昨天走掉的李文亮医生。我们都知道2003年有一位伟大的医学斗士沃尔本医生，他感染了 SARS， 他在 SARS 的这一场战斗中做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也最早作为一个医学人员 WHO 和世卫这个方面的一些专家贡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死到了河内越南。那么在这次武汉的这个疫情过程中，李医生他在医生朋友圈里头用微信最早的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向所有的同行做出了警告。当然了，就是预警吧。还有其他7位医生，我们也不能否认，还有一位叫姓张的一个医生，他是向上汇报，提供了一些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向上的那个汇报的人呢，现在是受到了表彰，而李医生呢，至今仍然在他离世以后，他身上还背着那张武汉公安局给他的训诫的那封信，那张信上还有一个鲜红的，我相信是被胁迫按下的手印，这个是非常刺激我。所以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难过。
今天呢，我还是像那天一样，用黑衣服自己剪裁了一朵小白花，来表达我对他的祭奠。您刚才提了一个很让人为之动容的一件事情，特别您提到2003年。那么您觉得我们会不会像以往一样忘记其他的这些平凡的这些凡人英雄一样，会很迅速的会忘记李文亮呢？你说的非常好，这个问题提的确实是很深刻。SARS 过去了17年，我们从中间接受了多少教训？绝大多数人，我相信他们记不住这个外国人。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尤其北京、广州这2个最早发生了疫情传播的地区，很多的医护人员，尤其那些隔离间封闭的那些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有很多就倒在了病魔前。我们谁还记得他们？说实在话，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很多这样子的悲惨的历史上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再五的发生，我们并没有从中间接受教训。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不仅仅是医学史公共卫生史，而且包括整个社会史，都是在不断的重复一个历史的怪圈，从一个原点绕一圈以后又回到了那个原点。所以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很可悲的一件事。改朝换代，每一次都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完了以后，过个几年又是一样。毛先帝说过一句话，过7、8年又来一次所以很多事儿在我们国家就是过多少年又重复一遍，过多少年又重复一遍。SARS 过去了，人们果子狸照吃，蝙蝠汤也照喝，现在闹得不可开交。那个时候由于隐瞒这个 SARS 的疫情，软禁了蒋延勇，到最后不可收拾，拿了一个张文康卫生部长当替罪羊把他开了。这次怎么样呢？同样上次是软禁蒋延勇，这次是抓了那8个医生。这8个医生他并没有说是想当英雄，只不过就是根据他们职业的本能知识，在微信圈里头，同行的微信圈里头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得到的信息居然就被狗屁不懂的警方给拉去训诫，甚至警告，用国家公器居然对职业人士进行这样子的对待处理。从这点上讲，真是可悲。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造的孽，导致了这场大瘟疫。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挺可悲的。鲁迅先生说了那么多年的话，我们谁还记得呢？那么血淋淋的，鲁迅的话够刺人的，像投枪匕首一样。赞美他的时候都这样说。那是投枪匕首，那是光是投不到什么敌人呢？他用这个投枪匕首来解剖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些最卑劣的东西、最黑暗的东西，血淋淋的展示给我们看，用他的笔，我们记得住多少东西？从他的文章里头、著作里头又吸取了多少？没有。我们的知识分子现在绝大多数是全儒主义盛行，尤其这次的疫情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些专家们的卑劣的全儒主义、功利献媚的这种政治媒客献媚的这种嘴脸，这种他们的价值观。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 全球新闻大集合 6do.news， 网页版 APP 任您选，6度新闻，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6do.news， 6度新闻 6do.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